迎来到少主离的魔玩频道。钢铁机神的这款热破或者叫补天士，之前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一款产品啊。现今呢，2家的 KO 厂在出，之前咱们玩过了 AT 的那一款，那么今天来看一看 AM 的这一盒做的如何。人形态我们来对比一下。 除了胸口这一块没有汽车人的 logo 之外，剩下的部分跟官方原版的是差不多的。AT 的版本并没有多加合金的零件，身高尺寸这里基本上都是1:1的复刻。最关键的一点让我有点意外的是，你看官方的原版，这个腰部本身是歪的，有一点往左偏移的现象。但是这个 AT 的版本是居中的。 它有校正过中间的这根轴，面雕的部分这一块做的也是挺细致的，并没有显得很肉的一些涂装。嘴唇的这条线很清晰，身上的涂装刻画这一块的颜色会稍微比官方原版的显得深一些，但是一些细节的纹理刻画倒是也都还原了出来。还有就是脚部造型，因为没有使用合金零件啊，注述出来的这个纹理 就会显得更清晰一些，卡扣扣上去的松紧度也偏适中。中间这里该用合金的轴也都用了，关节掰起来倒是也挺舒适的，支撑的稳定性还不错。官方原版的这个侧抬腿是没有齿轮关节的 ，AT 的版本在侧抬上加了齿轮关节，不过这个齿位比较大，中间的虚位比较多啊。武器部分的圆锯 转的也挺溜的，但是这一块的涂装渐变的这个银色喷涂喷的不是特别的明显，也可以从这里打开，把锯片卸下来。组合成双枪形态，握得很稳，夹得特别紧，也是因为漆面厚度的关系啊，这一块轴太紧了，掰起来的时候特别的吃力。里边这块黄色的零件在转轴的上边 也是有很大程度的磨损。另外就是变形的时候，发现二头肌这一块的旋转，可能也是因为整件上漆的关系啊，漆面厚度导致了这个地方的轴也特别的紧。大枪的组合变形这一块的松紧感还是做的不错的，很适中的感觉，抽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。 包括这些细节涂装刻画的都还可以，通讯器也可以搭载在后背。主要改动的地方是修复了腰部的偏轴以及胯部横踢，增加了齿轮关节。那我们也是来变形看一下吧。胳膊上的手炮打开，通过根部的双关节旋转到另外的方向，卡住。上半身打开腰腹部这一块的盖子，连接下方的插扣，把它拉起来。根部这里有滑槽。 脖子稍微的往后贴一个角度，胸板下方这里打开中间的转轴，折一下，然后180度顺着根部的滑槽翻上来。接着后背拔开背包的插槽，拉伸，顺着窗户下方这里的转轴拉开，拧个180度，翻到这面来。裙甲后边的这个滑槽，通过滑槽往上推，里边有葫芦锁。 这一块推动还是比较舒适的，挺轻松的就可以推上去。腿部变形，脚踝拉开，顺着这一块的插扣拖出小腿肚子的零件，然后顺着这边的关节轴往上旋转，根据后边的双段关节往外搓动，再折下来，换一个插口插在脚踝的外侧，烟囱这里90度折过来，打开大腿的这一块滑槽。 全部拉出去，把这里拖到底之后，把大腿的上半个通过根部的合金双关节旋转放下来，脚踝拧个180度，归上来，侧面的扣子对应这一块进行结合。接着大腿的上半个摆正之后，进行2段回转，一个磨盘式的旋转以后，贴紧，把它滑进去。 处理背包根部这里双段关节，我们把它延长，这个上边的双段关节把它缩窄并到一起。下方这里两边的盖子左右夹一下，立起来。好，回归下来之后，根部的滑槽往上推，用粉色零件左右的夹扣夹住车顶子。
最后用这2个插口插脚尖。这个扣子进去的过程还是比较轻松的啊，相对来说，因为这一块没有用到合金的零件，就是2个塑料的零件，尺寸公差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所以插起来问题不大。下半身搞定之后，我们顺着胸口下方的转轴拧个180度，胳膊这里横转90，这个轴特别的紧，掰着点根部啊，漆面太紧了。后背打开中间连接的2个轮子的锁扣。然后往出掰，力到前方，顺着这个关节轴把它提上去。另外的一边肩膀同样打开，延展出来，把这一块根部剥离，双关节提起来，然后背包这一块打开卡扣，90度立起来，这个双关节往中间聚拢。轮子找对方向，顺着这里边的插扣结合固定，通过根部的双关节往里回归，下方这里的插扣这个方向先定位，插好，接着把这一块整个的折上去，前方的胸甲放下来，记得压到底，侧面这里有2个小洞。在夹合的时候，用这2个棍子插住洞，也是固定这一块胸甲的位置，把它夹住。现在上下半身基本上都变得差不多了，捏着这一块，侧面这里还有2个金属的零件，我们把它拉到最外侧，翻转180度推回去。夹紧。现在把中段的腰部插槽缩短。手臂连接的扣子在这里，折过来，夹合，肩膀的盖子回归。那么好 ，AM 的这款热破我们就变形完成了。整体来说，模具的精度还是很高的，卡扣的位置这些对的都是非常准的，缝隙该有的一些细节点缀。包括整体的一个涂装质感做的相似度都是可以的，但是大家在刚才变形的时候也看出来了，因为漆面厚度的问题，导致了一些转轴会非常的紧。好在呢，它的卡扣并没有做得很紧啊，该插合的地方这些密合起来倒是挺轻松的，阻尼感很好，也不会轻易的松脱开。就是转的时候啊，尤其胳膊的这个位置，还有这一块打开盖子时候的一些转轴的时候，会稍显一些吃力啊。剩下的位置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做的还不错啊。对于官方的一个还原度，基本上也能达到一个80、90了。那总结一下吧 ，AM 的这款热破把玩下来，我觉得除了一些转轴紧之外，其他方面做的还是可以的，造型和细节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而且就算我有官方原版的话，我也不介意弄一个这个来把玩。官方的这个毕竟漂亮的漆面不舍得损坏它嘛，这个东西收藏就好了。平常把玩用这个弄坏了也不心疼。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 AM 的这款热破做的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。这一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。